我买的衣服基本上都到齐了，又有这么一大堆，我们直接开箱吧。我们先来开这小的吧。其实这一次我买的种类还挺多的，像手套呀、帽子啊、围巾啊、打底衫啊、大衣啊，或者羽绒服之类我都买了。因为我们作为博主嘛，还是要经常买一些新的东西，这样才会有内容嘛。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我最近在学服装设计，还是想多体验一下，因为有对比才能看出差异来嘛。所以我这次挑选的价位呢也各有不一，比如说大几百元的，然后1000元级别的、几千元的我都买了，还有很多平价的东西。当然这里还不够全面，因为我买了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到。这个呢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买的一件泳衣。泳衣其实原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但是我想带公司的小伙伴们去团建，所以就选择了去泡温泉。那么就买了一件这种比较简单一点的泳衣，因为我那种泳衣呢都是带长袖的，因为我在那个海边的时候怕晒嘛，所以这一次我泡温泉呢就特地买了一件这种吊带的，然后它是这种平角的，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点，然后旁边是有一点点挖进去的，会比较显腰身。好，然后这个这是买了一个小小的围巾。其实这种毛线围巾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一点，像学生党啊，或者是你只是要搭配的话，就可以买这种小一点的毛线围巾。我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芥末绿，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爱买芥末绿的颜色，我觉得它非常显脸白。你看我随便围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还挺显白的，很衬肤色。然后摸起来算是比较薄的那种，因为它这个织法比较的细，还可以这一条，因为才几十块钱，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。这个是我买的手套，其实我冬天那种皮手套很多，但是我没有什么这种毛呢的手套，所以今年想着会是一个寒冬，我就多买了一点配饰，买了2个颜色，我跟郭先生一人衣服。然后我这个是比较这种复古色调的，它是这种黄蓝格子的，还挺好看的，有没有？很英伦风。然后这个是郭先生的，是这种常规的人字纹，因为男生嘛可以带简单一点的。试给你们看一下哦，它这边有绒，很舒服，摸起来很厚实，这种就不容易透风，有时骑车啊什么的也可以用。我开车的时候就刚走进去那一会儿，我觉得那个方向盘太冷了，我就喜欢戴个手套。你看它里面是这种绒绒的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啊？它这个绒摸起来挺舒服的。然后我这个戴起来应该稍微尺寸小一点点，它这个分男款女款的，还可以吧？是不是冬天穿个大衣戴起来真的还蛮好看的？它这个颜色也很百搭，手掌是这种棕黄色的，好的，这个很舒服，而且这个价格也不贵，就100来块钱。对了，它还有一个这个绳子可以戴在脖子上。好的，这个是给郭先生买的，因为上次我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蕉内的保暖内衣吗？他穿了我之前买给他的，他觉得这个高领的是最舒服的，所以我又多给他买了一套。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款式它没有更多的颜色选择，就是它是这种小高领的，因为他脖子很怕冷，所以就很喜欢穿这种。然后呢，我还后单买了几双袜子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袜子也很好看，因为他喜欢穿那种高帮靴嘛，就可以选择这种颜色稍微亮眼一点的袜子。看这3个颜色是不是很复古哦？还蛮好看的啊！哇，还送了一包红包，我正好需要给公司的小伙伴们发红包，好可爱哦！这个红包，你看，小兔子，兔年，太少了，我还要多买几个。然后还有一个贴纸，多有气氛啊！这个红色。下一个，这是我买了2件打底衫吧，我记得是。我真的是打底狂魔，各式各样的打底衫我都买了。它这个是绒的。但是它是高领的，不是摇粒绒，但是它就是那种绒面的，摸起来就是那种奶奶的感觉，就是软糯软糯的那种。这个是应该算是一个燕麦色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毛衣也是高领的，它是灰色配这种棕色，这是我选的吧？我不会选错了吧？但是我确实是想买一件高领的，这次我买太多了，我有点不记得款式，我待会去看一下订单。但是摸起来还行哦，它这个是含20%的羊毛，摸起来好像不怎么扎的样子。我很喜欢这种大领子的毛衣，因为穿大衣的时候刚好就可以穿在里面撑起来，好不错。哇塞，我今天这一堆东西越放越多了，哈哈！这是一个帽子，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哦，有一个这种布套套起来的。这个帽子我夏天的时候就看上了，但是因为它是那种毛呢的。我觉得冬天戴比较合适，看到吗？它是这个红色的。其实我各种颜色毛呢帽子都有，但是我就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就冬天戴起来很有气氛。过年回家，我外婆看着一定会很开心。哎，我想试一下，但是我今天扎了头发，好像不好戴的样子呀。好奇怪，下次搭配给你们看看吧。
它这个面料还蛮薄的。还有一个围巾，今年我确实多买了几条围巾，因为我买了几件大衣，想说还是多买几条围巾来搭配吧。它是这种超级长的，哇，这条围巾起静电完了，只能用来搭配。但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好看，因为它也是有一点点那种反掉毛的感觉，看到了吗？它就是这种米白色加上黑色的，搭一下看看。我看主图就是因为它那个围巾特别长，我就喜欢长的围巾，还可以吗？我觉得这个颜色还不错，可能需要搭配一个黑色大衣之类的。哇，这个静电满天飞，还是买羊毛的比较好。有时候好看的东西吧，它材质又不见得好。材质好的东西呢，它款式又做的很普通，就很矛盾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件毛背心，这件其实不是我买的，是我买东西送的。我买了2件大衣，但是他送了一件那种毛马甲。然后看起来有一点点老气，所以这件其实是需要搭配的。因为这种平平无奇的东西呢，就是一定要把它整套搭出来才好看。终于到我的裤子了，这一次我好像只买了1条裤子，因为我的裤子确实有点多，而且我的腰围不好买裤子。这个它后面是松紧的，前面是这种扣子，我看一下吧。还可以，就它是这种棕色的，其实有蛮多颜色可以选择的，但因为我很少这种棕色裤子，想搭大衣来穿，我觉得它这个版型还可以，就是比较直筒的那一种，然后搭个靴子或搭个运动鞋都可以。然后面料的话，我觉得一般般，因为它这个面料摸起来不是羊毛什么的，我主要是看中它这个腰围了，因为很少有我能穿的腰围，好吧，确实不是羊毛的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穿羊毛的裤子。这个好像是我的围巾，我这次买了好多的羊毛围巾，各式各样颜色，因为我很难抉择，所以我让郭先生帮我挑了2条，看一下直男的眼光怎么样哦。2条这种羊毛的毛线围巾，这个确实比刚刚那一条几10块钱的要稍微好一点点，因为它这个面料摸起来确实是更柔软一些。然后是一条这种灰色的，因为灰色的郭先生也能戴嘛，就比较百搭中性的颜色。然后还有一条红色的，还挺红的，好像镜头面前看起来更鲜艳一点，实物更暗红色一点，还挺好看的。关键是它这个面料还不错，然后织法是这种正反针，同一家的。哎，这个包装挺不错的啊，这个颜色就是郭先生帮我挑的了，摸着质地还行，可能会有轻微的起球，因为羊毛的东西不可避免会有这个问题。但我很喜欢是它这个尺寸非常大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作为披肩来用的话也可以，然后你穿大衣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子搭着，然后把它披到后面也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就需要这种长围巾才好搭配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浅色一点的，冬天嘛可以尽量选择颜色跳跃一点的，这样你搭配来说呢就可以就是会有一些变化。我觉得这一家的包装拿来送人其实也可以，因为它这个包装还挺复古的。这是一个燕麦色，好像还是一个叫什么米白色，但我觉得它实物看起来有一点点偏粉调，就是那种裸色的感觉，但是搭配那种就是黑色的大衣或风衣什么的都还不错。我觉得它直接这样子套会比较好看一点，是不是？直接这样就好了，还蛮大的，它这个尺寸真的很大，而且非常长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哎呀，我这里是有个矿工吗？数开，因为我还没有这个颜色的围巾，所以我觉得有一条也还不错，就搭配嘛，就可以尽量选择平时没有的颜色。还有这一件是我很期待的一件衣服了，但是寄过来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哇塞，这个包装也太小了吗？放得进这件衣服吗？它其实是一件 PU 皮的羽绒服，但是它很薄，看得出来吗？它是这种斜襟的设计，就有点中式的感觉。我觉得它这件衣服就是很特别，如果下面搭个黑色裙子，搭配一个小靴子的话，应该还蛮好看的。而且它是这种小立领的，就有点像旗袍那个感觉。这个一定要上身才能看出效果，这样单看的话可能觉得稍微有点普通。我买东西就是这样子，单看呢就觉得平平无奇，但是搭配出来之后，大家就猛要我链接。就是我们买东西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你要去想象这件衣服它应该怎么搭配才好看，然后你要有那种整体搭配的概念，就不要想一件单品要特别的突出或者非常的好看，有时候它所有东西是要整体才能出效果。这个是一件有点像那种派克服的感觉，是一件棉服算是吧，但好像我看详情也写了，它还冲了绒哦，对，白鸭绒。今年我看了好多棉衣都是冲了鸭绒的，我想选一件棉服也没有选到，都是这种绒，我觉得好长哦。其实这个款式如果有男款的话，搭个情侣款应该也还蛮好看的。它领子是这种灯芯绒的感觉，大概给你们看一下，还
挺长的，对不对？这件摸起来还不错，挺厚实的。然后它后面是有一个这种斜的搭在上面的一片，整体是非常非常简单那种。这种款式呢也是要上身，怎么今天所有东西都需要上身才能看出效果？不过我今天这条视频一发出去，所有人就开始问我要链接吧，我还没试啊，所以我先暂时不推荐啊，到时候会给你们拍那个穿搭视频。如果单看某件衣服，可能大家不知道如何来搭配，所以我会给大家提供几种搭配方案。这个也是一件羽绒服，它也是那种很普通的款式，也是要靠搭配，然后是那种韩凤的设计，你看没？上面有很多切线啊，我觉得它这个呢就是比较宽松一点，就是你敞开来穿或者单穿都还不错。它是那种圆领的，其实这种款式衣服呢更适合搭个围巾或者穿个高领在里面，搭裙子也还蛮好看的。这个也是在同一家买的，这件就是一个大衣了。我这次确实是挑了几件大衣，这个大衣当时是我一眼就相中的，因为它有一种那种复古感，因为我就是非常喜欢墨绿色嘛，然后它又是那种红绿格子搭配起来，有一种 old money 的感觉，我就是很喜欢这种穿起来稍显成熟一点点的大衣。然后这种大衣呢，其实也很好搭配，就你下面搭配靴子啊或者运动服啊什么的都可以。然后它这个领子也是这种立领的。摸起来质地还可以，但是比较偏薄一点。像我这种不怕冷的还可以，它里面是这种绿色的，是不是穿起来的时候它隐隐约约露出里面这个还蛮好看的。我觉得穿衣服吧，其实要符合自己的年龄，就是选一些符合自己年龄的东西呢，穿起来才会更显气质出来。我其实不太喜欢追求说，我已经30好几了，然后我非得穿个20出头的小女孩，那个不是我最喜欢的，所以我会根据我自己年龄来挑一些平时场合能够穿得上的衣服。这件它是那种双排扣的感觉，其实这一件稍显正式一点点，就它这个领子比较大一点，然后又是有一点垫肩的感觉，其实这个穿起来气场还蛮大的。然后这一件是100%的绵羊毛，我觉得摸起来还算是比较柔软。我很喜欢它这个领子，就你穿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立起来，后面是有一个它这个品牌的标，我觉得摸起来质地还不错，就它有一点点那种人字纹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杏色了，就那种燕麦色。然后同一家我还买了另外一件，其实这里还不是我买的所有的衣服，还有几件还没有到呢。但是我今年确实没有买黑色的大衣，好像是没有买黑色的大衣，因为我黑色大衣真的还挺多的，所以我就挑了一些这种浅色一点，想要不那么沉闷。这一件也是一个羊毛的大衣，摸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。我看一下，我当时对比了一下，就每一件呢，它那个材质是什么？这一件是绵羊毛加上山羊绒的，然后摸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柔软，走线什么的也还可以。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学服装设计吗？其实这种双面机的材质呢，它基本上都是人工做的，因为它那个机器是做不了的。所以呢，就要看一下它这个走线的一个顺畅程度，就看这个细节好不好，其实才能判断一件衣服的质地好不好。那它这个领子也是立领的，有一根腰带，它是这样子打了一个小结。这一件我觉得穿起来也是那种温柔气质寡的。哎呀，这一次买的大衣我还挺喜欢的，但我说实话，这些毛呢的衣服都不是特别厚，如果你怕冷的话，还是穿羽绒服比较好。这一件呢，气质就更成熟一点了，因为它这个颜色是比较沉稳的那一种，比较大气、比较耐看的那种颜色，而且它是一个拼色设计嘛，就上面是这种浅色一点，下面这个毛更长一点点。这个是72%的落马毛和28%的绵羊毛，我觉得摸起来真的不错，因为我当时看评论的时候，别人说这个质地很好，确实啊，它这个走线很工整，就旁边看起来，而且是一个大的廓形，就上身的话一定是非常有那种气场的衣服，还不错吧？好啦，今天的开箱差不多就这些了。然后如果你们想看一下我的穿搭视频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想吗？